访黄石国家公园啦。上次那个有几个点，因为下雪的关系没有拍到，希望这一次可以完整收录第二波。那我们到西拇指温泉区，这里可以大概有个30分钟的一个 trail。我们要来走西拇指温泉区啦，这边也是有一些喷泉可以看，而且它紧邻着那个黄石湖，可以走一圈看看。哇，这里有一个蓝色的，哇，好蓝哦！而且还有泡泡会冒出来。哇，这个洞一直在呼呼作响。这个也干掉了，变成泥浆温泉。哇，你看这一池已经干掉了，整个也都钙化了，颜色就变得很奇怪，都变成乳白色的。哇，这个西拇指温泉区啊，这一条木栈道就是沿着这个黄石湖。对啊，你看啊，这木栈道一边是静谧的黄石湖，然后这边啊，你看就一直滚滚的冒着地热，很奇特的一个对比。哇，黄石湖真的是非常的壮阔哎！你看，这个竟然是湖哎，大到没有边际。哇，这里有一池温泉池，还在冒着滚滚的热烟。你不要看它好像没什么感觉，其实它们都是温度非常高，千万不要碰到。哇，你看这边的都一直不断着有地热从地底冒出来，啊，这个水质也好清澈哦。这个就是 fish hole 啊。就说他们以前渔夫钓鱼上来之后，就直接丢进去，把鱼煮熟就可以吃了。这一直冒着热气，它还有呼呼的声音。这叫 beacon。哇，它里面水满满的，还在冒着泡泡呢。这个就是这一区最著名的黑池。哇，真的是好深邃的蓝哦！黑池名称的由来，是因为早期长满了嗜热菌，让池水呈现近乎黑色的墨绿色。但自从1991年夏天水温升高，导致嗜热菌死亡后，便不再是黑色了。位于黑池旁的深渊池，则是黄石国家公园内最深的温泉池，深度达到16公尺。根据官方记载，这个泉池在1987年首次喷发，喷发高度介于30到100英尺，但1992年之后便没有再喷发的记录。温泉池流出来的水可以产生这么五彩缤纷的颜色，有黄色、橘色、粉红色。哇，这边还蛮漂亮的。黄石国家公园的西拇指间歇泉盆地是大约15万年前因地壳陷落而形成的。在1870年时，沃什伯森探险队发现黄石湖的形状就像五指展开的手掌，而西侧的湖湾正好代表着大拇指，因而得名。西拇指间歇泉盆地内一共有大大小小20多个泉池、温泉及间歇泉等地热景观，水温介在摄氏38度到93度之间。这里也因为紧邻着黄石湖，导致部分泉眼被淹没在水面下，形成湖中热泉的特殊景观。湛蓝的泉池伴随着黄石湖畔的几缕烟雾，刻画出一幅浪漫唯美的自然景致。黄石湖是黄石国家公园内面积最大的淡水湖，湖岸线长达180公里，犹如海一般的宽广无界限，且最深的深度达120公尺。我们在路途中还意外发现一座横跨在黄石湖的岛屿，
岸边竟然有仿佛像天空之镜一般的美景。我们现在往那个海灯峡谷的方向开过来，这边这一侧的那个黄石湖，竟然中间有一个岛屿，一个长长的岛屿。哦，这边湖水好清澈哦，你看那个倒影。又是这么多人，又是这么多人。我们来到钓鱼桥啦！啊，这座桥蛮有历史了。钓鱼桥啊，就是横跨这一条黄石河 （Yellowstone River）。钓鱼桥就是这一条，它是一条木造的桥。钓鱼桥改建于1937年，是一座粗糙的灯芯绒原木桥。钓鱼桥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钓鱼场所，因为这里是鳟鱼的主要产卵区。但由于鳟鱼数量逐年减少，已经于1973年禁止捕钓。这是黄石河的对岸有一个温泉区，你看一大堆 bison， 一大堆 bison 在温泉这里走来走去。哇，这么多 bison！ 你看对面的山坡上，这里也是，山坡上都是 bison。黄石公园其实跨了3个州，它跨了怀俄明、还有蒙大拿、爱达荷。那我们现在是在西黄石，是属于蒙大拿。黄石国家公园成立于1872年，是世界上第1座国家公园。黄石的独特魅力难以用文字形容，这里有宏伟壮丽的峡谷，有气势磅礴的瀑布，也有频繁活动的地热景观。且黄石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在下一个转角，你将会遇见什么惊喜。我们现在要去 Lower Falls。我们现在要去看那个 Lower Falls 下段瀑布。这边听说比那个尼加拉瓜瀑布的落差还要再多1倍，很壮观。希望我们等一下真的可以看到那个很漂亮的瀑布的景色。哇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瀑布了。这个就是 Upper Falls。哇，你看现在是9月，水量这么的丰沛，这样的水等一下会流到 Lower Falls。我们等一下就下去看看。哦，这边下来也是一路都是下坡，等一下上来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哇，现在是一路往下，要走到瀑布的底部。我们已经看到那个观景台了，所以表示我们快要接近了。已经可以看到那个水奔流而下的那个源头了。哇哦！我们已经到那个观景台了，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它奔流而下的那个壮阔感。Up 跟 Lower 他们是推荐，如果你只能去一个的话，就是来 Lower， 因为这边落差比较大。哇，这边是到瀑布的顶端，你可以看到前面是一整个黄石峡谷。哦，我们在黄石峡谷。
真的就是黄色的，然后看到这个下瀑布，真的是很壮观。黄石大峡谷是由时间雕刻出来的深邃峡谷，长期的河水冲刷形成了色彩瑰丽的岩壁，以黄色为主色调，还点缀了白棕色、红色及紫绿色。黄石峡谷大约长32公里，宽450到1200公尺，深度则超过305公尺。蜿蜒曲折的黄石河由西向东流过黄石峡谷，其中高94公尺落差的下瀑布，也为这片独特的自然宝藏增添了壮丽的气势。在峡谷的南北两沿上设有多处观景点，其中最大众热门的景点便是艺术家点。在这里拍摄到的便是下瀑布，从上次的远距离观看到这一次的近距离震撼感受，两边都有超乎水准的惊人景色。我们现在要去走那个大棱镜的 Overlook 的步道了，它是要从那个仙女瀑布的步道的起头开始走。我们心心念念的大棱镜 Overlook， 今天天气很好，一定可以看得到。这个步道单程是0.8迈，如果直到 Overlook 的话，然后等于来回是1.6，会有一点小爬坡。这边步道上其实也有那个地热泉。走这边。哇，这边还要再经过一小段的上坡。我们现在开始往上爬坡了，因为要去看那个 Overlook， 就要从高处看。我们到那个大棱镜 Overlook 的地方啦，这边就是它的看台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到啦，这就是大棱镜的 Overlook。哇！哇！哇！ It's fine. 有够漂亮的，而且颜色很分明。今天是大晴天。大棱镜温泉绝对是黄石国家公园的门面担当，它也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存在，更被誉为上帝遗留在人间的彩绘。大棱镜温泉是黄石国家公园内最大的温泉，直径长达113公尺。因为水中含有丰富的藻类及菌类，所以形成了七彩缤纷的颜色。现场的游客无不惊呼连连，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。我们也是久久无法平复心中的感动。大棱镜温泉，我们来的第3次啦。上次早上来一次，下午来一次，整个大棱镜都是烟，看不见。今天一定看得见，因为刚刚从 Overlook 那边看，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看这一次这个温泉水还是沸腾腾的、猛烈的排到这个水池里面去。蓝宝石依旧是烟雾弥漫，可是至少比上一次好多了。上一次是连一点点的蓝色都看不清楚。艾克萨尔西奥间歇喷泉火山口，由于沸点高达摄氏93度，因此总是被浓密的蒸汽所笼罩。超过90公尺宽的火山口更是令人印象深刻。
由于泉水呈现深邃的靛蓝色，像极了美丽的蒂芬尼蓝，所以我喜欢称呼它为蓝宝石。这里也是黄石国家公园内喷发纪录最高的喷泉，高度达到90公尺，但最后一次喷发时间已经是距今40多年前的1983年。前面这一片就是大棱镜啦，这一次第3次要来看它了。今天万里无云，也没有很冷，应该是可以很清楚看到吧。又再度来看大棱镜了，这一次颜色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，橘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。大棱镜果然名不虚传，它真的是上帝给予的礼物。大棱镜温泉是目前仅次于纽西兰全球第3大的温泉，宽113公尺，深度有50公尺，水温常年保持摄氏70度，每分钟涌出水量约2100公升。大棱镜温泉之所以迷人，是因为它鲜艳缤纷且绚丽多彩，这是因为生活在温泉边缘的微生物所导致。夏季会呈现橘色和红色，冬季则是深绿色。温泉的中心因为水温太高，微生物无法在此存活，所以呈现出蓝色。因此由内向外会依序看到蓝、绿、黄、橘、红5种颜色，也难怪大棱镜被称为是一生必须到访一次的景点。这是游客中心，我们上次来雪积的超深的，今天天气超好。我们2访黄石啦，要盖第2次的那个日期章，然后它有换新的贴纸哦，它新的贴纸是一样是老中石。老中石喷泉，今天的时间是3点36分，还有20分钟左右，我们坐等它喷发。老中石间歇泉是在1870年时被沃什伯恩探险队所命名，也是黄石国家公园里第1个被命名的间歇泉。由于每隔90分钟都会忠实的喷发，从不曾怠惰偷懒，所以耐心等待喷发的游客一定能亲眼看到精彩的喷发秀。但多年下来，老中石间歇泉喷发的相隔时间一直在增加，这可能是由于地震导致了地下水水位变化。不过也因为如此，它的喷发规律更容易被猜到。同时，因为老中石间歇泉并不会受到上间歇泉盆地的上升气流影响，所以喷发规律也十分稳定。哇，前面就是那个 Castle 城堡，城堡池好像也在喷发咯。官方时间是4点，可是也有可能是正负45分钟。哇，4点了，4点了。可是彩虹不见了啊！有了，彩虹出来了，出现了。你看它后面的烟雾形成了一道彩虹。哇，你看有彩虹。有啊，我有看到有彩虹哎。Daisy 喷泉1小时有45分钟会喷一次，最近一次喷发在2点51分，大概算一算是4点35。是他啦！哇，竟然是你！哇，水好干净哦！哇，我们今天遇到第3次的那个间歇泉喷发，哇，喷高高！啊，有进来真是太好了！我觉得夏天来的好处就是他们地热会很丰富，活动的很活跃，所以每个都喷高高，
冬天的话就比较冷一点，可能相对的它温度没有办法积蓄到那么高，能量没有办法积蓄到那么高。哇，你看它喷得好高哦！哇，我们今天看到的第3个间歇泉喷发，很像在看那个拉斯维加斯的水舞表演一样。黄石国家公园内的间歇泉大约有300多个。根据科学家的发现，黄石国家公园地底下的岩浆距离地表仅3到5公里，因冬季大量的降雪，提供了丰富的地下水储存在岩层中，地热持续的加温，沸腾之后化为蒸汽及水柱，从地表裂缝中喷发出来。如此反复的喷发循环，便是所谓的间歇泉。这条河流的所形成的亮橘色，好漂亮啊！好像黄金一样，闪闪发光。那这颜色好漂亮哦，空气好干净，天空好蓝。我们上次来真的都没有这等光景，今天真的是一整个太活跃了。哇，今天的地热真的是很活跃哎！上次冬天来一片寂静，今天看到第4个间歇泉喷发，哇，它喷出来的水好干净哦，好干净，好干净。我们到牵牛花池啦。光爆炸漂亮的啦！哇，这个颜色真的漂亮到没有办法用形容词来形容了。牵牛花池是因为泉池形状像牵牛花而得名，多年前拥有与众不同的蓝色，后来因为游客丢掷硬币，导致池内多种细菌和藻类滋生，牵牛花池已经改变了模样。嗜热菌将周边渲染成橘黄色，配上中间晶莹通透的绿色及天然勾勒的白镶边，让整座牵牛花池显得独特而鲜明。看前面这一池的水一直冒着泡泡，一直滚动着，后面那一池的水一直喷出来。今年的地热真的是很活跃。这2个也是